大家好，我们以前经常听过一句话，叫做肝胆相照啊。为什么今天引入这个成语？因为我们今天要讲两条经络，这一条经络呢叫肝经，一条经络呢就是胆经，它们两个就是兄弟啊，在我们中医上认为呢，它们俩相为表里，也就是说会互相影响。那么肝经不通的人或者胆经不通的人其实他们的身体都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亚健康状态。比方说头发油口苦汗多或者是情绪暴躁、身体乏力等等。所以肝经和胆经咱们一起去疏通以后它会对我们身体起到很好的作用，能帮助我们养生，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情志，调节我们的一些内分泌。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肝经和胆经的疏通，非常好，还能帮助减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把这个姿势先摆好这个姿势是什么呢？就把这个腿你看往这边一拉让它做一个内旋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好操作嘛。我这个胆经我可以从下一直敲到上做一个循环再敲到我们的屁股，对吧？这样的话疏通起来效果就很好。我们看一下怎么做。这个手握拳，咱们建议是这样去握这样去握。这样去握以后呢，咱们这个手微微发力，不要太用劲，然后呈这个空握拳的状态，然后咱们顺着咱们的这个腓骨这条线慢慢敲回来，往上走来试一下每个点敲3下，慢慢往上一点点敲，每个点敲3下敲过来走，每个点敲3下，这样敲。为什么很多人以前他都是喜欢就坐里面这样敲，其实效果不好不是说它没用，它效果不好，没有咱们这个效果好。为什么？咱们这个在做的时候你肌肉你看都是实的，我打上去的都是实的打上去，而你要这样去敲的话，其实力量都被卸掉了好多，你也不可能用很大的劲去敲。所以咱们就分开敲这边敲，每个点打3下。你要打到哪一个点感觉既舒服又酸痛那种感觉，咱们就多打几下。好，咱们敲到哪？咱们这个多做，每天都可以做至于敲多少下，咱们建议呢一般是10到15遍，从下到上算1遍咱们10到15遍每天都做，其实对身体来说呢是非常好你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可以敲一敲比如说你这个累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个姿势摆好，敲一敲。咱们敲哪呢？敲到上面你可以敲到屁股这儿敲一敲。这个地方就是说咱们髋关节不好的人这边就多敲一敲非常好，从下再敲上来。这个就比较简单，就不讲了。第二个咱们的肝经以前我们不是做了一个手法吗？这样去做，其实这个手法也是非常好如果想学的话，可以看我们上期视频。那这期我们不讲这期咱们讲一下这肝经怎么去敲，调一下视频的一个角度咱们肝经也一样这样放一样这样放。咱们呢这个腿有的人敲不上来他可能是这样，没关系我们慢慢的把它往下压一压，压到你的极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依然是手空拳，看从哪儿？从这个线，这条线这个咱们足后肌腱这个位置开始慢慢往上敲，不要敲骨头敲肉，往肉的地方去敲来走，看往肉的地方去敲。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敲的有点疼，我就多敲几下。你看我的手腕是甩起来的不是这样敲的甩起来手腕会更好一点敲这个地方有点疼，我也多敲一敲。这边这个地方疼，为什么不通则痛，对不对往上走大腿敲上来敲一敲，这个地方有点疼。其实你这个方法做完了以后敲完了以后，你去试试看，你走几步路试试看非常的舒服，你感觉整个人气血就通了。而且很多人敲的时候，敲完以后就出汗，像我这种人体质比较敏感这个一敲完就出汗。平常做什么动作的话其实也很正常，但是只要去刺激这些经络的话就会出汗而且我现在还是开着空调的，房间还是比较凉快的敲的我感觉气血都往下走，有这种感觉。好，那么这两边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这边胆经15下，肝经也一样15下，这个就不演示了。大家在做的时候把这个作为一个日常养生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不管你身体有什么毛病，不管你对不对症，对吧？你把它作为一个
日常的一个养生的方法，那绝对是没有错的。你每天就这样去敲，慢慢的你可能发现你大腿瘦了，对吧？身上的一些小毛病没有了啊，身体变好了，原来有些气虚变得气不虚了，其实都是这个功法给你带来的一个帮助吧。啊，作为养生非常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希望视频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咱们的话题来讲一下肩胛骨。肩胛骨上面最常出现的症状就是酸痛，这种酸痛仿佛就是骨头里面发酸，然后畏寒，遇到一些寒风他就感觉这个风嗖嗖往里面去灌。这种情况多见于比如说颈椎不好的时候突然复发了，或者是过度疲劳一下子又引发了这种症状，它总是反反复复，好一阵子坏一阵子。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多见于咱们这个肩胛上神经的一个卡压。那么今天咱们就做一期视频，快速的解决这个症状，同时还能帮我们舒缓颈椎的肌肉，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首先咱们把手摸我们的肩膀后面，你会发现咱们这个手指下面，我按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呢就叫做肩胛冈。咱们顺着这个骨头往我们的内侧去摸一直摸到什么时候呢？摸到这个骨头在手下没有了就是说我们定在这个骨头往里面一点它就没有了然后呢往左边有了，又摸到这个骨头，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摸到这个骨头最边缘的位置了。好，然后我们顺着这个边缘的位置呢往上大家看往上移动一点点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这个位置它位于我们解剖学的一个肩胛提肌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肌肉。咱们把手就定点在这儿，你在附近就这个位置附近这个位置你去找一个特别酸疼的点咱们比如说我往上移一点，我在这里找到一个酸疼的点我只把它定住定住。每个人的酸疼的点都不一样，但是肯定是在这个附近。所以今天咱们呢不讲穴位就教大家怎么去找找到这个酸疼的点了以后，好了，把它点住点住下去以后，持续保持住压力持续保持住压力。然后我们的手呢怎么去做咱们的手就要开始往外移，你看往外去动像这样，看我的手就往这边去伸直，然后这个手，然后我按压的手持续不动，往下发力然后伸，好伸，咱们这个动作呢做多久？做个10下左右做个10下。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我们在按压住这个肌肉的同时，比如说我这个手是肌肉，我们在按压它的同时呢，你的身体在动，那么我这个手不动的情况下，就无形之间就把这个肌肉给松懈了。你看就这样滑动，皮下的症状就是这样。所以咱们在按压的时候，就把咱们的这个肌肉给松懈了我们就一直这样动。然后按压完这边呢，我们开始往外面往我们的外侧开始慢慢的扩张按压了这个点以后，我们再看这个手你看我的手往外移一点点再继续按住，按住了以后继续动继续动。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其实寻找的就是一个定位的这个点以后，我们就好做了。我们就把这一排你看再往外移一点，我再按住再做你看非常的简单。我们每一个点就做10下，慢慢一直做到哪呢？你看慢慢一直咱们移到这里，又是骨头按不动了，也没感觉了，就不做了咱们就移到这儿。你看这边还是肌肉，你看往下一摸还是肌肉。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冈上肌。很多人冈上肌出问题，什么冈上肌腱炎，对吧？然后冈上肌还有私信说冈上肌腱撕裂，这种一般很少见，一般都是冈上肌腱炎这种很多人冈上肌都有问题的。咱们就做这个方法，就能把冈上肌给松懈掉继续做。那很多的中老年人他手指他没有什么力量，你让他这样去抠，其实需要一定的力量的他去做的话呢就不太好。那么大伟呢今天带来一个道具这个道具呢就是这个雨伞。我们不一定要找雨伞，我们只要找一个弯钩的一个把子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方法它是国外的一个工具它是专门治疗咱们肌痛点的。咱们把这个雨伞往后面一扣，看扣住了以后一样的道理，原理都是一样的这边扣住扣住了以后呢，咱们这个手就开始动，来回的动一定要保持下压力，一只手往下压，一边手动你再扣，找到一个酸痛的点比如说你看我在这边先找点找到这边很酸对吧？我压住，好，我继续做
这样的话就更省力了啊，比咱们手指省力的多，但是呢，它不如手指来的精确，所以大家自己选择方法。如果你的手指没有力啊，但是肩膀又疼，咱们用这个方法自我治疗啊。做完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你这个肩膀啊，完全就轻松下来了，而且你会感觉你这个头啊，半边头可能都很轻松。所以这个方法很好的能改善咱们这个肩周啊，就是这个肩胛骨范围的一些问题，同时能对我们颈椎啊带来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你是症状很重，你这个骨头啊就是深处酸得很重，做完以后啊，一般来说能缓解到30%到50%，经常做慢慢就解决了。好了，这个方法非常的好，我也是推荐给大家。我是大伟，那这期视频呢也是一个纯干货的视频，希望大家能在这期视频当中呢学到能帮助自己的东西，同时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帮助更多的人。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